王一博这么忙，居然还忙里偷闲跑去打高尔夫球。是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剧组拍戏，哪怕是休息一天，他都会跑去打个球。在休息期间，也会连续多日泡在高尔夫球场。王一博又跑去打球了，这次不同于以往，好多人一起，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很多人看到图片后都有种怀疑的态度，哪个是王一博？你们不要轻易质疑王一博粉丝的眼睛，他们可是扛着8倍镜来看王一博的，那么远的糊涂中一眼就认得出来，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只能说，他们认人的本领也是被王一博训练出来的。王一博场面出镜的样子，不是口罩就是帽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粉丝全凭身材跟气质，配合走路姿势和穿搭，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王一博。还有，王一博毕竟舞者出身，身材比例优越，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群魁梧的男人中，他明显面条不少，自然很容易被认出。在图中很少有几个戴帽子的，王一博习惯性的戴帽子，这也很容易被认出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确实是有点帅，总会有不少人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都知道打高尔夫球的场地是很宽阔的，人也不会很多。毕竟喜欢这种运动项目的人并不多，档次也是有的，咱们就不过多评价了，毕竟不太懂这么高大上的运动。不过自从王一博喜欢上高尔夫后，他是一门心思都在这上面，今年看下来就不下3次了，平时估计还会更多。他是那种喜欢上一样东西就会全身心投入，很执着的一种人，并且他会深入研究，从技巧到周边，甚至这方面的高手，他都会喜欢。从街舞到滑板，王一博就很好的给我们呈现出热爱的样子，不仅自己玩得好，并且还能玩得通，很有天赋，也勤奋努力。他会把专注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用心做事，废寝忘食的那种。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跳舞这么好，玩滑板这么厉害，都是一通百通的。这次王一博又跑去打高尔夫，兴趣爱好说来就来，去年在街舞上还是那个不懂的小白。如今却显然游刃有余，王一博是那种说干就干，不拖延不过多废话的人，人家可能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反观王一博，行动派的，说出来的话总会去兑现，说得少做得多的，这才是为何这么多人喜欢上他后越来越痴迷的地方，人格魅力才是粉丝粘性高的原因。都知道这段时间，王一博忙着跟导演程耳合作人鱼，这次也是忙里偷闲，趁机放松一下，没有休息，反而出来打球，可见这项小众运动足够具有吸引力，才会让他有点空就隔3差5往球场跑。不过这样挺好，难得清闲自在，年轻就是王一博这样，多学习多开发多接受，丰富自己的阅历和体验，才能壮大自己的翅膀，飞得更高。近年来，娱乐圈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艺人们都想尽办法想要红起来，而其中一些方法让人不禁感叹，为了红，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最近，张凌赫的新剧开播了，他的团队为了让他红起来，竟然将目光转向了王一博。他们把张凌赫的抹额造型和王一博在《陈情令》中的蓝忘机造型放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王一博张凌赫同款抹额造型的话题。并且还在通稿中大肆宣扬张凌赫比王一博更适合蓝忘机，这种做法无疑是在碰瓷王一博，试图通过黑红的方式让自己火起来。可问题是，他们使用的是王一博蓝忘机的抹额，并将之 P 到张凌赫身上，拿王一博剧中截图与张凌赫高 P 图做对比，在下水军带节奏要是张凌赫演蓝忘机就好了，试图营造一种王一博不如张凌赫的假象。可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会让张凌赫真正的火起来。王一博的蓝忘机能够让他成为内娱顶流，不仅仅是因为角色本身，更是因为王一博的演绎。内娱中想要蹭蓝忘机热度的人很多，但是只有王一博能够做到。他在演绎蓝忘机时，不仅在外表上完美呈现了这个角色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精湛的演技，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了蓝忘机的内心世界。这种演绎方式是其他人无法模仿的，也是王一博能够成功的关键。就像演员请就位中的张艺杰和何昶希在演绎穷奇到魏无羡蓝忘机雨夜诀别时，虽然选择的原版画面很经典，
但是他们的演绎并不能和原版相比，甚至一度被拿到网上群嘲。很明显，他们的表演虽然尽力去模仿，但是却无法真正的把握这个场景的精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演技和王一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蓝忘机这个角色并不是谁演都能火。因此，想要在内娱中火起来，光靠碰瓷和黑红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观众的认可。张凌赫的团队如果真的想要让他火起来，应该把精力放在提升他的演技和形象上，而不是通过这种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取关注度。这些年来，碰瓷王一博似乎已经成为了不少艺人越级博得流量的关键，与王一博对打。如果赢了，那就能够吹嘘自己赢了王一博；如果输了，那么输给王一博，他们也能够自我安慰。于是乎，王一博似乎成为了每个人都能来踩一脚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而这些魅力和价值是通过他们的才华、形象、人格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个艺人的个性和特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成为下一个谁谁谁。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推翻前人演绎的经典作品，与其碰瓷别人，不如做好自己。在内娱诸多纸片人因为影视化而失去姓名的如今，王一博的蓝忘机成为了真正的人间仙品。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众生相的人和事不断上演着各种剧情，细观其中，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都可以用义和利这2个字来总结。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近日，各种热门话题中总会出现碰瓷拉扯王一博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去碰瓷王一博呢？因为有利可图。这些人看中了王一博的流量和影响力，企图通过与之相关的牵扯来吸引粉丝，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就像那些碰瓷明星的网红一样，他们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分一杯羹，谋取自己的利益。同样，为什么有些人扒拉着王一博不放？原因同样是有利可图。王一博是他们合作过的大咖，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就在下坠，只不过有时候是悄无声息地下坠，有时候是轰轰烈烈的下坠。唯有扒拉着王一博，好像才显得他们也有这样的待遇地位似的。这种心理在娱乐圈并不罕见，所有商务对标、搞平替，无非也是为了追求这种看似光彩的待遇。再来看一些水货们，一要热度，二要转移矛盾，三要固粉，制造矛盾，就要扒拉摩托的现象。摩托指的是摩托粉丝，这些粉丝单纯，户主心切，就会被利用。水货们的剧收视率开局不错，结果后劲不足，作品品质欠佳。这个时候吐槽调侃一出来，他们就会开始转移话题，那就会来找替代，通过牵扯摩托粉丝，引发粉丝群体的情绪，轻而易举的将问题转移到粉圈问题上，然后他们便可以借此制造矛盾，获取关注度，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行为对于摩托粉丝来说是相对不利的。因为一些不好的绰号和指责，往往会让粉丝群体背负罪名，导致百口莫辩。同时，这种行为也会让摩托粉丝得罪其他粉丝群体。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只是采取不理、不惹事的态度，这样只会让小人们更加肆无忌惮。我们要敢于面对，敢于回应，我们要按住打过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清是非，对于一些只是因为无知而犯错的群体，我们则应该给予宽容和帮助，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靠点击率和评论吃饭的，只要我们不支持恶意的红稿，多去支持正面的评论，就可以帮助他们在茫茫的信息海洋中看到真相。看看那些不好用心的人，他们的心思其实都写在了脸上。我们要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看清他们的目的。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不能被小人所蒙蔽，不能被利益所驱使。我们要坚守正义，追求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站稳脚跟，赢得尊重。娱乐圈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坚守义和利这2个原则，我们就能够看清事实本质，成为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